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科技二流子。今天我們來介紹新版 VRAM 的新手入門與進階設置技巧。通過這一期視頻，我會帶大家從下載安裝到節點導入，再到代理設置和速度測試，由淺入深的玩轉 VRAM。首先，我們來下載軟件，打開 GitHub 網站，找到 VRAM 的官方下載頁面，下載地址我會放在視頻下方的說明欄。進入下載頁面後，可以看到這裡提供了多個不同版本。如果你使用的是 Windows 電腦，建議下載64位版本；如果你使用的是 Mac 電腦，則根據自己的系統版本選擇對應的安裝包即可。這裡我以 Windows 64位版本為例進行演示。下載完成後，將壓縮包解壓到任意目錄，然後雙擊打開 VRAM， 這就是 VRAM 的主界面。軟件安裝完成後，接下來我們需要添加節點。首先介紹最常見的機場訂閱導入方式。打開你的機場網站，找到訂閱鏈接，點擊 VRAM 左上角的訂閱分組按鈕，然後選擇添加訂閱。先創建一個新的訂閱分組，這裡填寫一個自己容易識別的名稱即可。接着將機場提供的訂閱鏈接粘貼到對應位置。這裡還有自動更新訂閱功能，例如可以設置為每隔1天自動更新一次訂閱信息。當然也可以保持默認設置，手動更新即可。設置完成後，點擊確定。隨後點擊訂閱分組中的更新當前訂閱，等待幾秒鐘後，如果沒有報錯，就說明節點已經成功導入。接下來我們測試一下節點是否可以正常使用。先選中所有節點，右鍵選擇測試真連接延遲。稍等片刻後，軟件會顯示測試結果。節點後面顯示的數字就是延遲數值。一般來說，數值越低，連接速度和響應速度通常會越好。如果顯示為-1，則說明該節點可能無法連接或者當前不可用。除了測試延遲之外，我們還可以測試節點速度。同樣選中節點，點擊一鍵多線程測試延遲和速度。這個過程會比單純測試延遲花費更多時間。如果想中途停止測試，可以直接按鍵盤上的 ESC 鍵。測試完成後，我們就可以根據延遲和速度結果選擇合適的節點。這裡我以第一個節點為例，選中節點後，右鍵點擊設為活動服務器，或者直接按回車鍵，然後找到系統代理設置。這裡是 VRAM 最重要的開關之一。默認狀態下，系統代理是關閉的。我們需要選擇自動配置系統代理。當任務欄圖標變成紅色時，就表示代理已經成功開啟。接下來打開瀏覽器進行測試，例如訪問 Google 網站。如果能夠正常打開，說明代理已經生效。再打開 YouTube 網站進行測試，同樣能夠正常訪問。接下來我們播放一段視頻，看看節點的實際速度表現。從測試結果來看，視頻也能夠流暢播放，整體速度還是相當不錯的。當然，不同節點的速度和穩定性會有所區別。如果當前節點效果不理想，也可以隨時切換到其他節點進行使用。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看如何添加自建節點以及手動導入節點鏈接。點擊上方的配置項菜單，這裡提供了多種導入方式。最常用的方式就是從剪貼板導入節點。除此之外，還支持掃描二維碼、識別圖片中的二維碼以及手動添加節點。如果你使用的是自建節點，可以選擇對應的協議類型，例如 Vmos plus Trojan Shadowsocks 等，然後手動填寫服務器信息。在添加節點之前，我建議大家先創建一個分組，這樣後期無論是管理機場訂閱還是管理自建節點，都會更加方便。點擊新增分組，輸入一個名稱即可，其餘選項保持默認就可以了。創建完成後，選中剛剛建立的分組，然後再開始導入節點。這裡我準備了幾個 Vmos 節點鏈接，我們可以直接全選複製，然後點擊配置項，從剪貼板導入。當然，也可以直接使用快捷鍵 Ctrl+V 進行導入。導入完成後，節點就會自動出現在當前分組當中。
如果後續還有新的機場訂閱或者其他節點，同樣可以繼續創建新的分組進行分類管理。接下來我們再看看如何管理分組。點擊訂閱分組，然後進入訂閱分組管理。在這裡可以對已有分組進行編輯、修改名稱，也可以刪除不再使用的分組。當節點添加完成之後，我們最好先進行一次延遲測試。選中節點後，點擊測試延遲。如果能夠正常返回延遲數據，就說明節點連接正常，可以正常使用。接下來，我們來介紹 VRAM 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功能——代理模式的選擇。點擊頂部的路由菜單，可以看到這裡有多種代理模式。默認情況下，軟件使用的是繞過大陸模式，這也是大多數用戶最推薦使用的模式。在這種模式下，軟件會自動進行智能分流，國內網站直接連接，不經過代理。國外網站則自動通過代理節點訪問，這樣不僅能夠正常訪問境外網站，同時還能減少代理流量的消耗，整體訪問速度也會更快。如果你希望所有流量都經過代理服務器，那麼可以選擇全局模式。全局模式下，無論是國內網站還是國外網站，所有網絡請求都會通過代理節點轉發。除了這兩種常用模式之外，還有很多朋友經常提到的 TUN 模式。那麼TUN 模式和全局代理到底有什麼區別呢？很多新手都會把這兩個功能搞混。實際上，全局代理本質上使用的是 Windows 系統代理，大部分瀏覽器和常見軟件都支持系統代理，因此能夠正常使用代理網絡。但是有些軟件並不支持系統代理，例如部分遊戲客戶端、遊戲加速器、啟動器以及某些特殊應用，即使開啟了全局代理，它們仍然可能直接連接網絡，導致無法正常訪問。這時候就需要使用 TUN 模式了。TUN 模式會在系統中創建一個虛擬網卡，通過這個虛擬網卡可以接管電腦上的網絡流量。這樣一來，即使是不支持系統代理的軟件，也能夠自動通過代理服務器聯網。下面我們來實際演示一下。如果需要使用 TUN 模式，建議先關閉系統代理，然後點擊啟動 TUN。首次啟動時，軟件可能會提示重啟核心程序，點擊是即可。等待重啟完成後，再點擊啟用 TUN 模式，看到狀態顯示已開啟，就說明配置成功了。接下來選擇一個可用節點，然後打開瀏覽器進行測試。可以看到網頁已經能夠正常訪問，包括 YouTube 等網站也能夠正常打開，這就說明 TUN 模式已經成功生效。不過對於絕大多數用戶來說，平時使用默認的系統代理模式就已經足夠了，因為系統代理模式資源占用更低，速度通常也更快。只有在遇到某些軟件無法走代理，或者遊戲无法使用代理網絡時，再考慮開啟 TUN 模式即可。接下來，我們來介紹 VRAM 中非常實用的功能——策略組。策略組可以理解為一個節點集合，它可以把多個節點放在一起進行統一管理，並根據設定的規則自動選擇節點。點擊配置項，然後選擇添加策略組。首先需要給策略組設置一個名稱。名稱可以根据用途來命名，例如香港自動選擇、日本節點組或者美國故障轉移等。下面是核心選擇，默認使用的是 Thread 核心，當然也可以選擇 Sandbox 核心。對於大多數用戶來說，保持默認即可。接下來是策略組類型，目前一共有多種策略組類型，最常用的是最低延遲和故障轉移。最低延遲模式會自動測試組內所有節點的延遲，然後自動選擇延遲最低、速度最快的節點進行連接。故障轉移模式則更加注重穩定性。如果當前節點無法連接或者出現故障，它會自動切換到下一個可用節點。對於日常使用來說，我更推薦大家使用最低延遲模式，這樣通常能夠獲得更好的訪問速度。接下來我們添加節點，這裡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是從訂閱分組中自動導入節點，第二種是手動選擇指定節點。我們先演示第一種方式，點擊從訂閱分組添加，然後選擇一個訂閱分組，例如這裡我選擇機場1，如果不設置過濾條件，那麼策略組會包含這個分組中的所有節點。當然，我們也可以設置過濾條件，例如只匹配香港節點，這樣策略組就會自動篩選出所有香港節點。創建完成後，這個策略組中的節點來源於機場訂閱，系統會自動測試這些香港節點的延遲，並優先選擇延遲最低的節點使用。
下面我們測試一下效果。可以看到，當前自動選擇的是一個香港節點。如果我們再次編輯策略組，把過濾條件修改為台灣節點，然後重啟服務，系統就會重新篩選節點。此時自動選擇的就變成了台灣節點。接下來我們再演示第二種創建方式，先點擊配置項，再點擊添加組策略，在子配置選項2中點擊右鍵，然後選擇添加子配置。這種方式可以手動指定需要加入策略組的節點，例如我選擇幾個日本節點和新加坡節點，按住 Ctrl 鍵即可進行多選，然後再添加一個美國節點，這樣一個包含日本、新加坡和美國節點的策略組就創建完成了。點擊右鍵選擇添加子配置，還可以再添加，再選擇一個美國節點，這個策略組裡面包含了這4個節點，接着為它設置一個名稱。策略組類型這裡選擇故障轉移，點擊確定即可。當前節點發生故障時，系統會自動切換到組內其他可用節點。最後，我們再創建一個新的策略組。這次只選擇美國節點，點擊右鍵，選擇添加子配置，按住 Ctrl 鍵進行多選。例如，選擇6個美國節點，這樣一個專門用於美國線路的策略組就建立完成了。通過合理使用策略組，我們可以實現自動選最快節點、自動故障切換，以及按國家和地區管理節點，大幅提升日常使用體驗。接下來，我們來介紹 VRAM 中非常重要的一項功能——自定義路由規則。點擊頂部設置，然後進入路由設置。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系統默認已經提供了3個規則集，你也可以根據需要自行添加新的規則集。我們先來看一下系統自帶的全局規則集。雙擊進入後，可以看到裡面已經配置了多條規則。再來看繞過大陸規則集，這裡的規則會更多，也是我們日常使用最多的一種模式。接下來，我們重點講一下如何添加自定義規則。點擊添加規則，首先給規則起一個名稱，例如自定義規則，然後選擇該規則的執行方式。這裡有3種選項，第一種是走代理，也就是 proxy； 第二種是直連，也就是 direct； 第三種是拒絕訪問。我們這裡以走代理為例進行說明。接下來需要添加匹配的域名，比如我們添加谷歌相關域名。這裡要注意，域名只需要填寫主域名部分即可，前面的 www、https 等內容不需要填寫。如果有多個域名，可以用英文逗號或者換行進行分隔。例如，我們再添加 YouTube 的域名，再添加一個 Twitter 相關域名，這樣這些網站就會統一走代理規則。點擊確定即可保存。接下來，我們再添加一個規則。例如，有些網站我們希望他們走直連，這裡選擇 Direct， 然後添加對應的域名即可。這種規則一般用於國內網站或不需要代理的網站。下面我們再來看一種更高級的用法，我們可以指定某個策略組來執行規則。點擊配置，可以選擇單獨節點，也可以選擇策略組。例如，我們選擇一個美國策略組，這個策略組中包含多個美國節點。接下來我們添加需要走美國節點的域名，比如 ChatGPT、Gemini 以及 Netflix， 這些網站就會自動走這個美國策略組。系統會在策略組內部自動選擇延遲最低的節點進行連接，也就是說，它不是固定某一個節點，而是智能選擇最優線路。我們來簡單總結一下，剛剛添加的自定義規則，如果選擇的是 proxy， 就會走普通代理節點，例如台灣節點。如果選擇的是策略組，就會在該策略組內部自動分配節點，例如美國節點組，這樣就實現了非常靈活的自動分流機制。最後需要注意的是，規則添加完成後，一定要確保規則集已經被啟用。例如我們剛剛創建的規則，需要加入到繞過大陸規則集中，才能真正生效。這樣一來，當我們訪問谷歌時，會自動使用台灣節點，而訪問 ChatGPT 時，則會自動切換到美國節點。通過這種方式，就可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智能分流和自動路由。很多朋友在使用 VRAM 的時候會發現，軟件默認並不會在狀態欄顯示當前節點所在的國家或地區。這樣一來，
我們就很難直觀地判斷自己當前連接的是哪個地區的節點。那麼該如何開啟這個功能呢？其實非常簡单。首先點擊頂部菜單中的設置，然後選擇參數設置，進入 VRAN 設置界面後，切換到 VRAN 設置選項卡，接着向下滾動，找到當前連接信息測試地址這一項，點擊右側下拉菜單，隨意選擇一個測試地址即可。這裡我選擇第一個作為演示。選擇完成後，點擊確定保存設置。稍等幾秒鐘，你會發現窗口底部的狀態欄中已經顯示出了當前節點所在的國家或地區。例如，我這裡顯示的是日本，說明當前連接的就是日本節點。如果你按照以上步驟設置後仍然沒有顯示，可以嘗試重啟 VRAN 服務，或者重新連接一次節點。通常重啟後，區域信息就會正常顯示出來了。有些朋友在升級到 VRAN 7.20 及以上版本之後，會發現原本已經設置好的應用分流規則突然失效了。例如我這裡設置了讓不同的瀏覽器走不同的代理節點，升級之後卻發現規則不再生效，瀏覽器也無法按照預設的節點正常運行。其實解決這個問題非常簡單，只需要修改一個設置即可。首先點擊頂部菜單中的設置，然後選擇參數設置，進入設置界面後，找到 TUN 模式設置，在這裡開啟下方的舊版 TUN 保護開關，設置完成後，點擊確定保存即可。這樣一來，按進程名稱進行分流的功能，也就是大家常說的應用分流功能，就會重新恢復正常。我這裡就不再進行實際演示了，因為整個操作過程只有一步，按照剛才的方法設置即可解決問題。接下來我們重點講一下新版本 VRAN 中鏈式代理該如何設置。在 7.19 以及更早的版本中，如果想使用鏈式代理，通常需要進入訂閱分組，分別指定前置代理和落地代理節點。整個設置過程相對比較繁瑣，對於新手來說也不太直觀。而在新版 VRAN 中，鏈式代理的配置簡單了很多。首先點擊左上角的配置，然後選擇添加鏈式代理，接着為這個鏈式代理配置隨意填寫一個名稱即可。創建完成後，在右側空白區域點擊鼠標右鍵，選擇添加子配置，此時會彈出代理節點列表，選擇你需要使用的節點，然後按照同樣的方法再添加第二個節點。這裡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細節，大家一定要注意，節點的排列順序決定了代理鏈的工作順序。上面的節點是前置代理，下面的節點則是落地代理。如果順序不正確，可能會導致鏈式代理無法達到預期效果。需要調整時，可以使用右側的上移和下移按鈕，重新排列節點順序，確認配置無誤後，點擊確定保存設置。為了讓配置立即生效，建議再點擊一次重啟服務。最後，找到剛剛創建好的鏈式代理配置，右鍵選擇設為當前活動服務器。完成之後，等待幾秒鐘，狀態欄顯示的 IP 信息就会變成最終落地節點的真實出口 IP。這樣，鏈式代理就已經配置成功了。最後再給大家分享一個實用的排錯技巧，在新版 VRAN 中，部分使用 XHTTP 加 Reality 組合的節點，有時候會出現無法連接的情況。如果確認節點本身沒有問題，那麼很可能是傳輸方式設置導致的。解決方法也很簡單，找到無法連接的節點，點擊鼠標右鍵，選擇編輯，然後進入傳輸協議設置。在 XHTTP 的配置選項中，可以看到默認設置為 Auto。此時我們可以嘗試將 Auto 修改為 Stream 1或者 Stream App， 不過根據實際測試情況來看，更推薦大家選擇 Stream 1。修改完成後，點擊確定保存配置，然後重新連接節點。大多數情況下都能夠恢復正常使用。需要注意的是，這個方法主要針對 XHTTP 與 Reality 組合的節點。如果你使用的是其他協議或節點類型，一般不需要修改這個選項，保持默認設置即可。最後，我們來看看如何在指紋瀏覽器中配置我們購買的家庭寬帶代理節點。這裡是我購買的家庭寬帶節點信息，可以看到，這類節點通常提供的是 SOCKS 類型代理。需要注意的是，這類節點一般無法直接導入到 VRAN 中使用。如果想結合代理工具使用，通常需要通過鏈式代理的方式進行配置。當然，如果你的電腦已經運行了代理工具，
那麼這類 SOCKS 節點也可以直接配置到指紋瀏覽器中。這裡我以 XPower 瀏覽器為例進行演示。打開指紋瀏覽器之後，編輯需要使用代理的瀏覽器環境。在代理類型這裡，通常優先選擇 SOCKS5，因為大多數家庭寬帶代理節點提供的也是 SOCKS5 協議。接下來，將購買的節點信息填寫進去。填寫完成後，點擊檢查代理進行測試。如果提示連接失敗，可以嘗試將代理類型從 SOCKS5 切換為 HTTP。部分代理服務商雖然提供的是 SOCKS 節點，但在某些環境下，使用 HTTP 方式反而更容易連接成功。這裡還需要提醒大家一點，有些節點並不支持 HTTPS 代理模式。如果測試過程中遇到問題，可以根據服務商提供的說明，選擇對應的代理類型進行嘗試。修改完成後，再次點擊檢查代理。如果界面成功顯示目標 IP 的國家和地區信息，就說明代理已經配置成功。接下來打開瀏覽器頁面，訪問 IP 檢測網站，查看當前節點信息。可以看到，這裡顯示的是美國 IP， 同時網絡類型顯示為家庭寬帶，這說明當前代理已經正常生效。另外，如果你希望指紋瀏覽器直接使用電腦上的 VRAM 代理，方法也非常簡單，在瀏覽器環境的代理設置中，選擇使用本地代理或者本地直連代理模式。完成之後再次檢測，顯示的就會是當前 VRAM 所使用的節點信息。此時，指紋瀏覽器的流量將直接通過電腦上的 VRAM 進行轉發。以上就是本期視頻分享的 VRAM 進階設置技巧，希望能夠幫助大家少走彎路，快速完成相關配置。如果這期視頻對你有所幫助，歡迎點讚、關注、評論和轉發。感謝觀看，我們下期再見。